在湖北恩施的深山裡，我們意外發現了一片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，方圓數里了無人煙，唯有一戶人家獨居在大山之上。他們坐擁10多畝開闊土地，背倚蒼茫群山，這裡四季宜居，仿佛大自然所有的饋贈都悄然匯聚於這一方天地。究竟是哪位高人選擇在此與山川為伴，同自然共生？今天就讓我們跟隨鏡頭，一起走進這片隱於塵世的桃源秘境，探訪那山巔之上的生活真相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樂。今天我來到湖北恩施的大山裡面，就在我身後的這座大山之上，它竟然還居住着一戶人家。這裡四周全是這種茂密的原始森林，我們想要走上去，最少需要徒步3個小時的時間。到底是哪位高人至今還居住在上面？現在呢，我們就上去一探究竟。這座大山很適合荒野求生了。它的裡面我一路走上来，看到有很多吃的，我看到有山藥，還有這些棕榈樹。这个棕榈树啊，特別的多。我一路走上來，看到幾十棵了。你們看這個周邊，這裡就有很多棵。因為這座山它也比較高嘛，最高的地方有1500米以上。你們看，特別的高。那戶人家是居住在半山腰的，到他家的距離應該有700米左右。哎呦，上山吧。現在呢，我們要穿越這一片竹林。哎呦，真的走得好累啊！我走了差不多半個小時了吧，已經汗流浹背了，氣喘吁吁的。它是一路上山了，特別的垂直。繼續走吧。在這種大山裡面呢，肯定有很多野生動物。今天呢，我不是一個人來的，我有小夥伴的，他們在後面。一個人走到這裡面還是挺嚇人的，就怕遇到野生動物，因為這個地方真的特別的偏僻啊。我現在就走出這片森林了，我們上來看一下是不是快到了。我現在應該走了差不多2個小時左右吧。現在視野就比較開闊了，你們看對面全是連綿起伏的大山，後面也是沒有人居住的。我們上來看一下，我看到前方有玉米杆，應該快到了。哦，不容易啊，走了好久。你看這個草，走在上面還有點打滑。啊，這個地方種植了很多的玉米，我去！你們看後面的山高不高？看起來非常的壯觀了。對面也是很高的大山，也是沒有人居住的。應該快到了，我聽到狗叫聲了。只要聽到狗叫聲，就說明有人，還有人居住的。哦，邊上全是棕櫚樹。這個棕櫚樹，它居然開花了，就是那個很小的籽。你們看這後面，很高的大山，我發現那裡有一塊刀片山，特別的薄，薄如紙片了。哇，这裡太漂亮了！到了，你們看，房子就在這裡，後面也是高山。哇，這裡真的好漂亮啊！我很好奇啊，他們住在這上面，下去買東西的時候都需要走1天的來回，他們的小孩上學是怎麼處理的？我們過去看一看，到底是哪位高人呢？還住在上面？對面那些也是土地，但是現在好像沒有種植了，已經荒廢了。他屋前這一塊全是土地，這一大片種植的全是玉米。哇，這裡還有柿子樹，好大的柿子啊！你們看，都已經紅掉了，他們都不吃的，那些鳥兒在上面吃這個柿子。這個是柿花，特別大的一個柿子。我們上去，這個地方好像是塌掉了，搭了幾根木頭在這裡。
邊上這裡有間小屋，這應該是用來養羊的。一般養羊的就是這樣搭建房子的。我們看到這邊上種了很多的紅薯，这户人家特別的勤勞啊。這一大片全是還沒有挖掉的，只是把那個藤給它割掉了。它割來餵豬啊、餵羊那些了。這邊也是，你看紅薯，高山上的紅薯。然後這邊就是他家的房子，這門口還有一個天線鍋，這個大的是以前廢棄了，現在用的是這個，這個是用來看電視的。今天呢，我也是跟朋友一起來的，有那個小雪跟那個甜甜。叔叔呢姓谭，然後我們剛好來到這裡，就看到他在家，真的是來得早不如來得巧。叔叔，我看你們這个房子已經久了個哈，是哪個時候修的？那年子不多，年份不多啊？這85年，785年，85年，85年修的啊？那也挺久的哈。那是你一人在這兒住嗎？是你一人？一直在住。我們原來是一大家人。一大家人。那有幾戶人家？以前的話？我們以前有6口人。有6口人。就是你們是一個大家族。哦。我們有兄妹有4個，有父母。你有兄妹4個。那你的兄弟些啦，兄妹些啦？都在別處安家了。都在別處安家。你結婚沒了？沒有。沒有啊。你剛剛說的好多年60多了啊？你剛剛說的60多了啊？他一點都看不出來嘛，你看我這個樣子。我64年生的。我都說了，他說40出頭一點，我都相信。看起來好年輕哦，真的。不年輕的。那你們是從哪裡沒在這個房子裡面做的呀？我們是原先在底下那個一個老屋場，個人這最後個人修的。從以前是哪個年代搬上來的啊？我們啦，我們搬到這個屋你說的。我們這個屋就是搬起就搬上來。80幾年就搬上來的。是當時是因為這個土地是裡面就把房子修在這兒了是吧？黃家這人知道我們才修嘛。你們來的時候這土地有沒了？我們這呀。這土地是裡面開荒的還是現在都有啊？天哪！土地原來給我大集體噻。大集體。以前也有了。那後面是來這兒是看到這一地了哈，種了後面。那這個地方這麼高會不會缺水啦？這個地方這麼高會不會缺水呀？不會。不會啊。我看到底下有個管子，然後一直是通在這上面。這條管子是你從底下拉水嗎？還是？不是。不是啊。這是沙場，底下沙場拉下去的。底下沙場還得在上面拉水。哇，這邊它水感覺是源源不斷的。水在哪裡？在後面啊？水我們這些不缺水。三行缺水。那個下面個沙場都是拉管子拉一下去的。它是那些從通過底下的水，它吃沒到我們高頭的衛生嘛。是那個天然水安逸哈。剛才我們從底下花了1個半小時，像你平常的話，你要走好久啊？我們走我們下去最多半個小時。那上來啦？上來你想背個100斤的，最多和你們走的時間差不多。背東西就慢哈。像我看你還養了有羊子哈。有羊子。養了有好多羊子呀？有70-80只。 70-80只啊！如果說你這羊子要賣的話，那個幹下山難。我們要賣的話，那就別人在這兒買到來殺呀。別人在這兒來買來殺。除了養羊子的話，還有其他你們啦？那就還有餵的有個人要吃肉啊，餵的有豬啊。有幾個豬啊？有2個。2個豬。那2個豬的話，你肯定是吃不完的話，你會不會拿去賣呀？賣那基本上有人買就賣一點了，沒得人買就不賣。如果他要有人買的話，你是把這個豬咬下去賣，還是給背下去啊？豬啊！我沒買個活豬啊，賣活豬他也是人家你有多的，他也就是來買的殺。要把豬殺了，然後點點的背下去。活的弄不走。那我看外邊挖了塊地都栽了包谷，都是你看人栽了。你這包谷應該是栽來餵豬的哈？那麼餵豬嘛，豬啊、羊子啊、雞子啊，什麼都生。還餵的有雞啊？那你一個人餵得過來嗎？餵得過來，換了個人餵點個人吃嘛，就餵了好多隻雞啊，有10幾隻，接近20隻。這個也。你這個產業搞得大一哈，幾十隻羊，幾十隻雞啊，幾十隻雞啊。在這個上面完全不愁吃穿。在這就我們這些或者吃的不愁。
你吃的那些菜是惯种哈？啊，菜惯种。哦，那你这个生活健康真的难不可以看你这么年輕。那你为啥沒選擇搬出去做呢？不搬出去做那沒有。沒有啊。我們看看這邊，這邊是一個以前烘烤運的地方，現在這裡面堆放的是玉米。剛才這邊我看到有一隻狗，好像是被關起來了。剛才就是它在叫，你看。一隻小白狗 ，Hello， 小狗兒。然後這上面有很多靈芝啊，這叔叔撿了很多的靈芝，你們看。啊，邊上這裡還有玉米。我們看到他家的房子啊，就是石頭房，這個很大的石頭跟小的石頭，然後層層疊疊壘起來的，看起來非常的原始。然後這院子還放了一個風機。這個是用來吹稻穀的殼，到現在還可以用的，這是非常原始的工具。你們看這地上長落了很多的殼。他家這個院子啊，這裡還有幾棵枇杷樹，那裡還有2棵很大的梧桐樹。開花的時候，這個地方真的非常的漂亮。主要是後面那個大山太漂亮了，真的。你們看上面的雲配合那個大山，這個地方真的太漂亮了。這位叔叔啊，他已經60多歲了，但是看起來才40來歲的樣子。說明這個地方非常的養人，因為這裡的空氣特別的新鮮，這裡的水也很好，因為上面沒有人住嘛，高山上的山泉水。我們看這邊也是有很多的土地，地上這個房子是泥巴做成的。我們上來看一下，這裡是水管，它這個水就是從後面引過來的，這後面還有很高的山嘛，這個水質特別的好，剛才給我們泡茶喝，真的太好喝了，這上面的茶葉也比較好。你看這後面還有很多的土地，這位大叔是非常的勤勞啊。他家門口的種了很多玉米、紅薯，這後面還種了很多土地。這個位置種的是白菜，這裡還有辣椒。然後這邊這個也是紅薯吧，這個藤還在的，這一塊也是紅薯。我們看他家後面的房子，這邊是泥巴，這邊就是石頭，他這個石頭也是大小不一的。然後這樣層層疊疊壘起來的，特別的原始。然後這邊還放了很多的蜂桶。你看今年它剛割過蜂蜜，這是蜂巢，邊上還有很多蜜蜂在飛呀。它這個蜂桶也是比較特別啊，它是把一整棵樹給它掏空了，挺有意思的。這個地方太爽了，有山有水還有電。真是一個隱居的好地方啊！主要是這裡的風景，真的太美了。這上面有那個熊那些沒得？有啊。這裡面有熊啊？嗯。你們看到過啊？有，他們這有到原先可能很少，現在猴子都有啊。猴子都有。嗯。那野豬肯定更不用說了，野豬也多。嗯。那個熊會攻擊人嗎？它一般的，它不到，它在山上，一般你不惹它不攻擊人。哦，它一般都在山裡面哦。它不會下來的。哦，這個山上你們上去過沒得？啊？這個山上啊，你們上去過沒得？我們上去過的。上去過了。我們來看看大叔的養殖場地，這邊就是養牲畜的。這個位置就是用來養羊的。這裡有一棵果樹，這什麼樹啊？好大呀！然後這邊就是養雞的，它這個雞都是放養的，已經跑出去了。這上面還是比較寬闊的。這個位置是養豬的，2隻大肥豬，你們看，好肥呀！這個豬我感覺有快300斤了吧。過年的時候都可以殺年豬了，因為還有2個月就快過年了嘛，2個多月。大肥豬，哇，這個位置居然挺高的，下面居然是懸崖絕壁。他家的羊就在這山裡面放，天黑了它會自動回來的。這位大叔說的，他從來不會去趕羊，他自動回來。特別的有意思啊，這個羊。這個位置挺漂亮的，邊上有很多的野花，
黃色的。然後這個位置也是有一棵果樹，這个树也是挺大的，好像還掛牌了。小葉青岡，還真的是一棵果樹，已經掛牌的果樹了。然後這邊下去就是到山林裡面去了。朋友們，這個地方真的太漂亮了！你看後面這個大山，太舒服了，這裡的空氣。一個人住在這裡真的太愜意了。如果讓你們一個人住在這裡啊，你們能住多久呢？反正我是不想走了，太爽了。好，今天的視頻呢就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